Hello，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官方在美国洛杉矶那边举办了线下见面会，那么刚好在韩国论坛那边有玩家分享了这一次线下见面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官方他们有说了未来的计划。那么因为我本人没有去到现场啊，所以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不是很确定，不过其他的主播可能会分享。如果哪些地方我有说漏或者是说错的话，之后我会在这个影片的评论区置顶那边补充。不过我今天所说的东西都是全部来自这位韩国玩家，并且我会做一些个人的推测，或者是官方之前有计划过的内容，但是他们还没有执行或者是忘记之类的。那这边先感谢这位分享的韩国玩家，我真的不会念他的名字。OK，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他第一张所分享的图片就是这个吧台的饮料。事实上这个是鸡尾酒来的，但是他们把饮料放在这个瓶子里面变成体力药水。那下面你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成分，里面有包括红酒、啤酒，然后苏打水所混合出来的饮料鸡尾酒。因为我本人是不喝酒的，所以好不好喝我就不知道啦，知道酒的玩家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OK， 第二张照片就是分享这个画面了，这个就是今天所要讲的重点，游戏未来的计划。不过在讲计划之前，各位可以看下面他们有赠送什么奖品。那么在最左手边我看到有写万国这个盒子，我不确定里面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盒子还蛮大的，我感觉应该是城市的模型。那第二个盒子这里写曹操的，就是曹操的雕像。在中间的画面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小的曹操，并且曹操的前面就是一个滑鼠垫。再往右边一点就是列奥尼达的模型，这个我在之前有开箱过，但是我看到模型在这里赠送的时候，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讲啊，因为这个模型应该是在去年我们参加新文明活动才可以获得的，但是就变成现在其他的玩家也有机会获得。我也理解他们已经做出了这个雕像之后不想要浪费掉，想要赠送给更多的玩家，但是这样就变成这个雕像就不是这么稀有了。 OK， 那么再往下面一点呢，其实这个盒子就是 iPad 来的，或许他们自己也是知道如果不用 iPad 的话，这个游戏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了所以他们就直接赠送 iPad。 镜头再往右手边一点，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玉米啊，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抱枕或者是玩具之类的。那其实除了桌面上的东西之外，还有包括其他的东西，比方说阿尔特米西亚的抱枕，之前被不吃糖咬到掉色的镜头，还有包括黄金宝箱的钥匙之类等等的其他小奖品，还有包括一些兑换卡里面有宝石之类的。 OK， 讲完这些不重要的东西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比较重要的。那除了分享的照片之外，其实那位韩国玩家他还有自己额外补充了一些东西，像他这边有说到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 VIP19 的东西。那在之前的影片或者是线下见面会的时候，我已经有跟大家讲过了，其实官方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打算要出 VIP19 的，所以各位不要再传谣说会有 VIP19 了，没有说过这样子的事情。 OK， 游戏的未来这里有包括统帅跟文明。说实话，我看到统帅跟文明的时候有一点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有创意或者是新的东西了，就是来来去去都是一样，新的文明新的统帅而已。那么有说到新的文明可能是今年或者是明年，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段话说了等于没有说你肯定是今年或者是明年一定要出新的文明嘛，但是我觉得今年应该是来不及了。为什么？之前我有做过一个影片推测，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第二个就是 VIP 系统未来的计划。那么在前面我就有说过，他们不打算推出新的 VIP， 也就是 VIP19。但是说到新的 VIP 系统的时候，其实那位韩国玩家他只是放3个问号而已他没有说什么东西。我推测策划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应该也是简单带过，就是说会有新的 VIP 系统而已。但因为我在之前有看过其他的线下见面会有提到过，其实他们有打算要出 VIP 商店，但是那件事情呢已经讲了2年没错，你们没有听错，讲了2年，至今都还没有去实行。所以我推测他们所谓的 VIP 系统应该是打算要推出 VIP 商店啊，或者是怎样去消耗掉玩家多余的 VIP 点数。因为其实现在 VIP18 已经是极限了，有很多玩家购买礼包的时候依然会获得 VIP 点数。像这张截图就是我书包里面的 VIP 点数，是真的超级多，没有地方可以花。但 VIP 商店这个计划其实他们想了蛮久，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实行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如果你 VIP 商店给的东西太好的话，一般的 F2P 玩家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如果能够兑换的奖励特别糟糕的话，我相信那些兑换的玩家应该也是会感到不满意的。所以他们要抓一个平衡点，要让双方的心理平衡，所以就变成这一段可能就拖延了很长的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出。下一个 T6 的未来计划，那其实官方一直以来都没有在考虑 T6 的事情啊，而且这个写贴文的玩家也是有说过，他们有考虑很久，但是没有实行。
但是会不会出现 T6 呢？其实这个还是未知数，有可能线下说不会出 T6， 但之后可能会出也说不定。那其实发布贴文的玩家后面有补充一些东西不过我们先看完最后一项。最后一个就是2025年的计划，会优先考虑一些机制或者是功能能够吸引到一些新的玩家，或者是保留到旧的玩家。那它这一点跟以往的线下见面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在过去他们都是考虑着要怎样去开发更多新的东西吸引玩家，都比较少提到老玩家的事情但是这一次是特别注明的要保留老玩家，同时也要吸引新的玩家。这样看来游戏的玩家其实流失的还蛮多的，所以他们才打算保留旧的玩家，还有再吸引新的玩家。OK， 那么我们看这个贴文的玩家他补充了什么东西。这里有说会赠送80个镜头给老玩家，80个镜头其实还蛮多的，很少看到官方会赠送这么多的镜头，但是以什么方式来赠送镜头，这个就暂时不知道。再来 KVK3 重置，这里有说到 KVK3 之后的玩家可以获得重置卷，那我不确定这边的翻译有没有错误啦，他这里是写统帅重置卷，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把那些觉醒的统帅重置掉，然后你拿回那些镜头。这个不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祈求的东西吗？终于官方要推出了吗？下一个是在 KVK4 开放 T5， 那这个玩家或许是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啦。那我个人推测就是在 KVK4 之后的玩家全部都会自动解锁 T5。我看到这个玩家贴文下面的评论区有说到，可能有一些王国他们拥有的 T5 数量会比较多，所以或许官方为了要他们的 T5 数量平衡，就直接开放 T5 给其他的玩家。但这个也只是推测而已啦，目前这个玩家只是说到 KVK4 会开放 T5 而已。下一个新的文明我在前面就已经有讲过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城市传送，增加了新的传送效果，这里有写到部队行军时也是有影响。这里我猜测有可能说是我们的部队在外面的时候还是可以正常的牵程，当然因为他这里写韩文的关系，所以我有点不太确认他这里所指的是我们的部队如果在外面的话可以正常牵程，还是说我们要牵程的地方有其他部队在移动的话还是可以牵程到。这里就需要会韩文的玩家帮我补充了。接着就是 T6 他们有考虑但是没有实行，不过官方打算专心研发新的时代。现在我们在游戏中其实有分成好几个时代，每次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会有新的东西，可能是 T5 T6 或者是有新的科技争议建筑物之类的，所以我推测 T6 应该还是有可能的，只是现在的阶段应该是还没有完成，毕竟还要开放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在短时间内应该是看不到 T6 的。最后一个，这个玩家有说到之后会有一个新的国王技能，国王可以把那些玩家驱逐离开伺服器，但他这里只是写听说而已，但我觉得如果真的实行起来的话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如果你把那个玩家驱逐开的话，也正是说你已经掌握了整个游戏，可以直接把你那些不喜欢的人送走，就算他贡献非常大也好，会剥夺玩家的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当然前面我所讲的东西都是我个人的猜测，都是通过这位玩家所分享的文字跟画面猜的，实际上还是要等到官方公告出来之后我们才可以知道。下一个他所分享的图片就是统帅重置了，你们可以看到统帅的造型，他们的姿势有一点变化，还有游戏的背景好像有稍微改了一点点，看起来比较立体化了，之前的后面背景会比较模糊一点。最明显的就是看到统帅的姿势不太一样了，而且感觉有稍微立体化一点。不过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个统帅能不能够旋转就可以转到后面去看一下它的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并且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已经移除掉了统帅下面的底座，如果我们现在点开游戏的话还是可以看到一个米白色的底座，但是那个消失了。这里我们稍微做一个对比吧，左手边是之后会更改的样貌，然后右手边是现在我们在游戏里面所看到的关羽，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哇，新版的真的帅好多。也是同样中国文明，但是你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曹操那个真的是太漂亮了，背景也是跟着一起立体化了。至于希腊文明看起来跟现在的差别不是很大，不过可以看到后面的背景会比较清晰一点，并且列奥尼达站立的姿势有点不太一样了。下一个就是里程柜，这个变化就比较明显一点，你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建筑物更加立体化了，并且里程柜的站姿有点不太一样，它那个姿势其实是之前里程柜的动画里面出现到的姿势，就是说看来这个姿势会比较帅气一点旧的那个感觉没有这么好看。英式文明也是差不多，然后埃塞尔的姿势有稍微有点变化，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感觉新版的埃塞尔好像变矮了。那么最后一个其实是紫色的贞德，这个不是金色的，金色它的造型有一点不太一样，也是背景稍微做了一些改变，然后贞德所站立的姿势不太一样了。
不过在这么多个里面，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国文明了，只是光看左右边的2条龙就已经觉得很帅气了。再来，奥西里斯的地图会重置，那你们可以看到有绿洲有沙漠。OK， 这边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子区分。当我们进行奥西里斯联赛的时候，其实有分成2个阵营，一个是伊西斯阵营，另外一个是赛特阵营。那赛特其实就是掌管沙漠的神，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右下角这里整片都是沙漠。至于为什么左上角是绿色的，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奥西里斯老婆的，也就是伊西斯，他们是负责掌管尼罗河还有绿洲的，所以才会在新的地图里面看到有尼罗河，有沙漠，有绿洲。所以在新的地图其实官方做了一些小巧思，但是在发布贴文的玩家里面有说到之后官方会推出15 vs 15的比赛，大概是在9月份左右。但其实有一个东西我没有跟你们讲，国服那边其实已经进行了测试进行测试的时间是在8月5日的下午2点到8月11日的晚上9点半左右。这个问题其实我有问过客服他讲国际服之后也会推出，不过暂时是国服那边先做测试，所以很大可能就像这位玩家所说的，在9月的时候就会推出15打15的奥西里斯联赛或者是埃及之战之类的。以上就是这位玩家所分享的在线下见面会的时候有提到的一些内容，还有一些更新之类的。当然的，如果你是直接去现场的玩家，如果他们有说到一些东西我没有说到，或者是我说错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